我媳妇儿在小红书做一个咨询，收费是1780，服务的全是几十万的大博主，在一年的时间，她可以挣到大几十万。今天我们就真实的来拆解一下这个超级真实案例，讲讲我是如何让她放弃割韭菜，靠脏活累活，怎么样做到大几十万的。可能有点反直觉，在大家都在卷流量、卷粉丝量、想办法割韭菜的时候，我媳妇儿靠着一个只有几千粉，把单次的咨询费从98提到了1780。今天这个因为是真实的案例，所以我们不需要讲理论，不是我坐在这儿凭空的讲方法，而是我家里真实发生的这个事情，讲讲我当时是怎么帮我媳妇儿重新定位她的这个小红书的账号，最后让她靠这个账号赚到了钱。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它不是一上来就爆了，也不是那种特别聪明的商业模式，因为我选择了一条特别笨，很重很慢，中间还反复摇摆，最后能跑出来的话，我觉得这个核心的原因还是定位。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坚持。OK， 我们先说一下背景，因为小红书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社交平台里面，小红书的这个女性用户是最多的，它可以说是中国女性用户最多的一个社交平台。所有的女性都在上小红书，她们愿意在小红书上面去分享一些她们的生活 Vlog， 她们的 Prolog， 她们精致的生活，她们精致的购物好物分享，她们还有做干货的，这上面讲创业的，什么都有，这个讲女权的什么都有。所以我媳妇儿作为一个女性，她也很喜欢在小红书上面去想有所作为。因为在小红书里面，大家会觉得里面的机会很多，很多人在里面讲她做小红书挣多少钱，这种焦虑也会感染到每一个女性用户，所以我媳妇儿也想去做。但小红书里面确实有很多的博主挣钱，而且挣超级多的钱。那我后面可以给大家单独的去猜一猜，因为小红书的商业模式非常多，有做广告的，做私域的，有卖课程的，做商品的，做咨询的，各种店铺的。就是很多商业模式，我可以跟他拆解一下，很有意思。还有做 AI 的，人家正儿八经的是挣到钱的。因为我当时媳妇儿也看到了别人挣钱，她也想做这个小红书，她就问我怎么样做这个事情。我说先怎么分享都可以啊。所以她一开始想做 Prolog， 因为她找到一个对标账号，这个对标账号是讲职场的，拍一张我工作的照片，拍一张我下班的照片，拍一张我晚上加班的照片，然后呢做成美美的图片发出去，就有很多人会找他咨询，以及他可以接很多的广告，挣了一些钱。我媳妇儿就想做这种方式。这再铺垫一个背景，因为我媳妇儿呢，在想做小红书之前，她找到一份兼职的工作。这份兼职的工作是干嘛呢？就是做 PR 媒介，恰巧是小红书的媒介，在这个小红书上面投广告，那么就需要她去对接这个小红书的博主，她是这个桥梁，中间负责询价、执行，甚至到后期的这个售后一些款项的转账，都需要她去做这个桥梁的对接，所以刚好她是做这个工作的。那么一开始他发了这个 Prolog， 数据其实一般，不是特别的好，再加上我媳妇儿本身其实拍照啊，包括你看我拍照也是不好看，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技能，所以再加上后面其实我们觉得还是短视频是未来，和这个直播一定是未来，文字和图片一定是上一个互联网时代的产物。虽然现在 Twitter 啊这些还在使用，但是我一直觉得短视频和直播肯定是未来，我们一定要坚持做这个方向。如果你要做 IP， 一定要是视频，一定要是人物出镜。这个时候呢，我就让我媳妇儿转型去做拍视频。OK， 现在拍什么东西？因为她在小红书里面看到了很多人做这个教人起号，刚好呢，我媳妇儿其实她可能有这方面的这个叫什么呢？心结吗？这个词语叫，她以前是当老师的，她其实很想跟别人上课的，所以说她想去分享如何起号。在小红书里面就有很多10几万粉丝的人，怎么样去起号？开解这个账号哪样做得好？你可以参考怎么样这样做。我教你一个什么这样的方法，你可以怎么做？所以他想做这个 ，OK， 他想拍就已经开始拍了，拆解账号。然后他的定位呢，就想我要去帮助这些新人做好这个小红书。但是我当时经过分析，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对。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我觉得这个赛道其实还是很卷的，这是一个割韭菜的行为。虽然我们都知道割韭菜挣钱，但是割韭菜其实还是很卷的。第二个，我觉得他不具备割韭菜的能力，因为我跟我媳妇儿还是那种偏，你说好听叫善良，或者说难听点，其实偏老实的，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割不了韭菜。这是其二呢，他的这个工作我分析了一下，其实他服务的恰恰是一些拿到结果的、有收入的，甚至是大博主。那我认为这一部分人是高净值用户，在这个平台，我认为他是高净值用户，或者说他在这个平台是有收入的，有收入他一定会有支出、有成本的地方。我们能不能在这个上面去挣钱？但这个时候其实市面上还没有类似做这样的东西。我说，要不你可以尝试做这个，但是也许你做这个，你就要放弃很大部分的流量，因为做新人用户的流量是很大的，做这种老博主的这种流量，你理论上小红书里面能够看到你的可能几千个博主不得了了，对不对？他总共可能10几万个博主，
能够看到你的是很少的，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那他还是比较听我的建议，所以他就开始转。别人拆解账号的时候是，哎，这个账号我是怎么做的，发了什么样的选题，做了什么样的标题，使用了什么样的封面，所以做起来了，哎，大家快来学。但是我让他拆解的方式就变成了 OK， 我的数据已经 OK 了，我是如何接到广告的？这个博主为什么可以接到这么多广告？他的封面或者说他的标题，他的内容结构里面是穿插了什么东西？同样的数据，为什么这个博主他接的广告更多，他的收入更高？我就让他做拆解的时候，重点我要这一块。OK， 其实后面就发现数据慢慢其实还挺好，只是说这个数据量很低，可能几十个赞，一直平稳的几十个赞，一直在做这样的干货输出。这就是原始的这个内容，他大概就是做到这样。因为他的工作每天都在接触这个博主，每天就是在筛选博主，他其实正儿八经的清楚品牌要的是什么，博主应该做什么。所以他讲的这个内容里面有很多真的是超级干的干货，是很多博主没有听到过的，甚至是在整个市面上都没有听到过的。在关注的人开始慢慢来了，就有几万粉丝的博主来找他了，有十几万的粉丝的博主在他的评论里面跟他留言了。这种正反馈突然就让他有一种这种不断，因为是不断的正反馈，所以导致他开始做的比较有信心了，分享的这个干货也就越来越多。大概经过了很多条视频之后，就有很多的博主开始私信他，哎，中间我们可能也放了一些钩子，比如说我总结的方法，我也用 GPT 总结了一些文稿，这个时候就已经有博主要咨询。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第一个应该是加到了诗玉，就找他想做一个咨询，应该是文字还是打电话，应该是打电话呢去聊，可能大家聊得也很开心。这个服务真的很长、很脏、很累的活，是我之前讲过的，大概服务了1个小时。因为是没有收费的，我们一开始都是不收费的。我们说客户你想给多少就给多少，那个客户啪一个红包发过来200块钱，就顶格的红包了嘛，200块钱。然后后面好像还收过一个是200还是多少的，收了好几个以后呢，因为这个其实是我媳妇儿的一个副业，她的主业还是要去做那个工作，虽然收入不高，也很辛苦，但是那个始终是她的重点。所以说她想做简单一点，她就不知道是她听到别人说的还是她自己想做的，他想把他的服务标准化，做一个产品上架到这个小红书，方便用户直接购买，而他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去跟别人私聊，所以我们就上线了一个咨询服务。这个服务的最开始的定价是98块钱，就是1对1的咨询。你在做小红书的过程中遇到任何的问题，你可以向我咨询，98块钱。OK， 这个产品就开始陆续的有卖，其实卖的还挺好，可能卖了10个还是10几个，每个交付的这个时间是很长的，每个基本上都是1个小时的咨询，每个是98块钱。相当于时薪98人民币，美金多少钱？12块钱，13块钱，这个时薪是很低的。OK， 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发现这个客户一律是好评，并且我们没有去引导，因为我媳妇儿这种性格就是8心8肝的，真的是替别人好，然后收获了很多的好评因为订单的开始多，然后这个他也觉得这个时间占用的挺少，他想控制一下他订单，所以他把价格啪调到198的时候，我发现哎又有好多人拍，继续是拍，继续好评，然后我们又把这个价格调到了498。当时498执行一段时间，其实也是 OK 了，1个小时498的这个时薪其实就 OK 了。然后498执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确实有大博主找他了，其中就可能有小红书里面5万多粉的博主，其中有2个其实还比较知名的来找他，觉得你这个东西真的很有用。他没有想到你一个小博主可以讲出这样的东西来，所以他建议你这个价格可以更高一些。当然我们是比较保守的，所以我们把价格提到798，大概是800人民币的时薪。这个时候 OK。继续，因为前期通过98和198积累了很多的这个评价，商品的好评。这个时候 OK， 这个客户又源源不断的来，后面又出现了更大的博主，这个博主可能参考是 YouTuber 上面的风格还是做什么，粉丝量很大，好像是50多万，给了他好评，并且说你这个真的很有商业价值，你这个东西很值钱。因为他是大博主，我们信任他，他的评估标准强烈建议你，可能你这个课程是可以值到1、2千的，所以我们把价格继续提到1280。那后面最近一次提价是提到了1580、1780，现在的大概定价就是1780，中间这个优惠的活动几乎都没有做过，只是偶尔会有一个降到1580，所以整个的课程的涨价的过程大概就是这样。那接下来呢，我可能建议他会稍微浮动一下，比如说如果他1780，万一这个订单比较少，我建议他可能这个价格稍微下浮一些。如果订单量起来呢，建议他的这个价格又上调一些，做一个非常朴素的浮动的调价的一个策略，看需求，看交付能力，看客户的反馈，然后呢一路的往上调，
这里我想讲一个重要的点，很多时候呢，你可能真正赚钱的产品不一定是一开始想出来的，它是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长出来的。我们中间也尝试过做一些产品嘛。之前我一个视频不是讲，我们都知道一对多，或者是市面上很多人都在讲一对多可以复利、可以税后收入的是最好的商业模式，所以我可能中间也建议我媳妇儿做一个什么产品，我把她的东西做成过知识库，我让她拍过1个多小时的这个视频，我还让她整理过这个文稿。就这种在尽量标准化的东西，甚至我还建议他要尝试做社群。然后呢，这几个产品我都尝试过，都上架过，也卖出去，但是这个量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就不是说它网上真的大家就拍这个什么300-400的产品，可能跟我们的定价策略有点关系啊。但这一块一直就卖的不是特别好。课程、资料包一些标准化的东西，但是后来发现呢，卖的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服务的这批博主啊，他不像小白，小白可能需要一个系统的课，因为他有足够的时间，他可以去学习怎么注册、怎么定位、怎么发笔记。但是成熟博主可能不一样，他的问题可能往往很具体，比如说，哎，我的报价为什么上不去啊？品牌方为什么不找我啊？粉丝多为什么接不到广告呀？为什么那个流量有内容，但是不变现啊？接了广告之后数据就变差，他有些问题可能是他自己独有的，并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可能没有时间去看这个课程，这可能是我后来总结的。所以我们还是坚持在做1对1这上面去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所以对他这个阶段来讲，1对1可能是最合适的，因为1对1虽然内能，但是价值感强，客单价可以提高，客户呢也可以买单。如果未来做得更好，也许单次咨询可以做到2000、3000甚至更高。一天如果只要有1个咨询呢，我觉得其实还 OK 的，因为这个毕竟是他的一个副业。虽然这个模式呢不完美，它不够轻、不够自动化、不够规模化，但是它很真实，而且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完全能跑通的东西。所以，如果后面有机会呢，我们可以继续优化。比如说，我当时想的，比如说跟品牌公司合作，或者说我更多的希望让我媳妇儿跟 MCN 公司合作，那1个月给我媳妇儿多少钱？比如几万块钱，那么我们可以针对性的针对 MCN 公司下面很多个博主提供月度的这种咨询，或者说比较深入的这种入场式的服务。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挣钱的点，就是从服务有高净值的客户到服务高净值的 MCN 公司。或者把一些高频的问题标准化，看看能不能继续在产品上面去做尝试，这是后期的。但现在最关键的是呢，他现在一个赛道里面站住了，而且他坚持了下来。现在回头看呢，我觉得当初没有让他去做新人起号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为这2年我看到小红书上面很多教起号的人是割了一波又一波，后面就做不动了，要么换方向，要么很多号其实都停更了。因为这种针对新人的账号数据都挺好的，10几万的账号直接就停更了，可能就是没有很好的商业模式。割到一波的时候，他需要跑路，可能割韭菜割到一波的时候，负面直接就来，因为你是真人，你是露脸的，你的账号在这个地方，如果你的负面太多了，如果你的投诉太多了 ，OK， 你这个账号自然就慢慢的就做不下去。中间我再穿插一个例子啊，就是因为我偶尔在帮他做店铺里面这个客服，前天有一个很好玩的，我看我能不能找到，大概意思就是。这个老师，我报了一个什么课，凌晨3点发过来的。老师，我报了一个什么课，3000块钱。然后呢，他都不教我，每天给我一个标题，让我自己写，什么都可以。我找他，他也不理我，后面还吵架了，说我什么包月太多什么的，退了我600块钱什么的，反正就发了很长。大概在凌晨3点钟发给我的 ，OK， 早上看到我没有理他，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我不可能帮你抨击这个所谓的跟我的这个同行啊，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中间具体情况，我只能表示同情，所以我就回了一句，你看这么晚你就起床，还是一个宝妈，你要注意身体，我就没理他了。然后8、9点的时候又找我，他又找客服找员工，他以为我回的那个东西啊是一个 AI 回，就是没有太多真情味，他又给我发 ，OK， 我说我知道了。你想要干嘛呢？你想说什么？他说我只是想说，早知道我就找你了，我为什么要去找上这样一个？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样讲，真的很多人的这个认知和思维很奇怪。他为什么要跟我发？我也是完全不理解。但也许我媳妇儿看到了有可能会回答，但是我看到了我没法回复他，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想表达的是什么点，是需要我同情他，还是要我指点他？我也不知道，很奇怪，就会有很多的粉丝来向我媳妇儿讲这些很有意思的事情。也很无聊的事情，但我在想，这种事情出现的越多呢，我越觉得，当你长期坚持做一个相对真实的账号呢，其实用户其实是可以感受到的。我媳妇儿这个人设为什么能够成立呢？我觉得不是因为她包装的多厉害，而是因为她的这个工作本身在这个行业里面，她每天确实真真实实的在接触到一些案例，她愿意认真的看账号，认真的给建议。所以这个东西积累久了就会变成一个信任。总结一下呢，他这个账号能够做起来，我觉得可能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呢，
从自己擅长的这个事情出发。我的观点呢，我们一定要去找自己擅长或者说自己有兴趣的一个事情，除非你是团队化的，那你可以批量化的产出所有的东西，你通过技术，通过 AI，通过团队，通过某一种策略，你可以做很多的东西团队化。但如果你是个人的 IP，如果你是真人出镜的东西，那我觉得其实如果你做自己更擅长的事情，也许更好。这是在我媳妇儿跟一些博主他们的定位里面的建议也是一样的，尽可能的做离商业化更近，跟你的擅长能够挂钩的，这是最好的。它不是凭空选出来的一个赛道，因为他本来就在做小红书媒介相关的工作，他每天接触博主、品牌方、合作流程，他有素材、有经验、有故事。所以很多人做自媒体最痛苦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不知道讲什么。其实我也是这个问题，因为我为什么没有很早出来讲这个自媒体，也是我不知道讲什么。因为我个人的兴趣爱好属于是非常单薄的，兴趣爱好和特长比较少，这个能力比较薄弱。我一直觉得我之前创业能够挣一些钱仅仅是因为运气好。但是我现在为什么要站出来讲这些呢？因为我发现，我手里其实有一些这种案例，凭我的记忆，我可以把这些案例给复原出来，讲给大家听听，看大家如果能够在这些案例里面有所借鉴，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很多人做自媒体最痛苦的就是他不知道在讲什么，发了10条、20条以后呢就空了。但如果你讲的是你每天所经历的事情，你的素材就会源源不断。我今天遇到一个博主报价问题，明天遇到一个品牌合作的问题，后天看到一个账号商业化很奇怪，这些都可以变成内容。我让他借助 AI 把他的所有的咨询内容全部1个多小时的这个语音全部转成文字，再把这个文字发给 AI， 把所有的咨询全部发给 AI，AI 再总结这种核心的知识点和接下来的一些选题和这种总结的知识点转化成分支的一些点，再来讲，不断的在 AI 来帮助他的内容，用 AI 来协助他的做内容和交付。第二个呢，就是要选择有付费能力的人群，你不能只是要看流量大不大，你还要看这个人群有没有钱，付费的意愿强不强，付费之后呢，他能不能从你这儿获得价值。新人起号的流量大，但是付费能力不一定很强，他的这个付费的金额可能不一定很高，而且交付压力很大，他们很有可能事儿特别多。成熟博主呢，这个流量可能很窄很少，但是需求明确，付费能力也更强，因为你可能轻轻的指导他，他去获得的收益就可能多接了好多条广告，那一条广告1-2万，他可能在我媳妇儿指导下可以多收入几十万。所以第三个呢，就是不要轻易的被流量带跑，他中间有好几次想转回去做起号的内容，因为他的这个数据比不过别人的好几万，他的可能几百个点赞，因为中间我们可能讲一个什么 Vlog 这种普遍性的东西有上万的点赞，那他会对这种流量所带偏了，这么多人点赞，这种膨胀，这种叫什么心理就膨胀了。因为这个方向可能看起来更容易爆，但是呢，我一直没有被它影响，没有被带偏。因为这个账号呢，不只是为了涨粉，最终呢是要想建立一个商业的闭环。你粉丝越多，但来的可能都不是你的客户，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意义。第四，先从笨的办法开始，这是我之前前2期讲过的。很多人一上来就想做课程、做自动化、做私域、做矩阵、做规模化，但是你连客户真正想要什么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去标准化？所以最开始1对1虽然累，但是它可以让你接近最终的客户，你能听到最真实的问题，也能够打磨你的服务能力，甚至打磨你的产品。第5个呢，就是价格要跟着需求和价值可以一点点的涨。我媳妇儿就是从98到198到498到798、1280、1580、1780，这不是拍脑袋涨的，是一些客户反馈推着它涨的。很多客户都觉得你便宜，说明你的价值真的可能，说明你的价格可能真的低了。当然，这个过程也有很多做的不好的地方。我们也分享一些我们做的不好的一些地方，可能错过了一些赚钱的机会。这个我也承认，因为我跟我的这个媳妇儿这个性格的问题很多新人想买他的咨询，他会直接说现在不适合你。包括我也是，有一些新人来咨询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东西不适合你，等你有一些基础能力的时候，你来找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优势可能还是在这个后端，提升你的商业化变现能力。但是有些新人博主觉得你讲的真的好他隔过几次韭菜，发现真的你讲的东西跟他们讲的完全不一样，他们自己去体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有用的。我们是站在赚钱的角度去讲，他觉得很有用。但是呢，我们拒绝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客户。很多人在评论区问问题，他就会认真的回答，甚至帮人免费的看账号。在社交媒体，大家可能会经常遇到，你帮我看看我的这个账号。我知道有很多卖信任的这种账号，他是不会去解答的，他只会在下面评论，私信我、联系我、连接我。或者说付费或者看哪个帖子，他不会去做这种真实的反馈，但是我的媳妇儿会在评论区大量的去跟这种用户做真实的反馈，做真实的互动。
花他的时间。还有前段时间他在成都还搞了一个粉丝线下见面会，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那很多博主你知道他做线下课的，比如收费可能5000、1万一场线下的课，来个几十个人，那他就可以几十万的收入，一天的时间就搞定。那我媳妇儿呢是在非常漂亮的农家乐去做一个很漂亮的院子，自己花钱哦，请了一些博主来做粉丝的见面会，他还自己去点了这个好吃的甜品，买了一些东西，那些博主也还带了一些东西，他们就待到下午，第一次让散会的时候不走，又待到7点，再让散会的时候，那些博主才勉强走。他也是讲了好多干货，我提前告诉他有些东西你不用讲的太细，干货不用讲太多，但他都会去讲，讲的特别多。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赚钱的比较错过的这个地方吧。因为这个活动一人我们只收了1块钱，自己最后还倒贴了这个场地费，还请大家喝东西。从商业角度讲，这肯定不是最聪明的做法。但是如果我们的胆子更大一些，脸皮更厚一些，商业感更强一些，可能赚的这个钱可能更多。但是反过来讲呢，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种性格，导致很多人会信任他。所以这个东西，我个人的理解是没有绝对对错，不同性格的人有不同的打法。如果你的商业感很强，你可以更激进一些，产品做得更丰富，私域呢可以做得更重一些，成交也可以做得更狠。因为在私域里面，你可以很多东西可以跟他讲嘛，没有人监管你。如果你像我们一样比较谨慎，比较怕伤害别人，那你可能会少赚一些钱，但你也许可能会建立另外一种长期的这种信任。关键你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性格，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不要硬装。不要一个老实人非要去学别人强做销售，做强销售，也不要一个特别有野心的人非要假装佛系。你要找到自己最合适的这种方式。所以这个事情最后给我的启发是什么？就做小红书也好，做自媒体也好，定位不是一句口号，定位是你选择服务谁，你选择不服务谁，你选择赚什么钱，你选择不赚什么钱，你选择做什么内容，你选择放弃什么流量，这个才是最难的。因为很多时候诱惑不是来自于没有机会，而是给你的机会太多了，给你的方向太多了，这机会都是有。今天看到你起号的流量好，明天我看到他们 AI 的流量好，后天我看到情绪价值的流量好，这每个都想做，最后就可能什么都没做成。但如果你围绕着自己一个擅长、客户又有需求又能持续产生内容的方向，我觉得一直做、一直优化、一直迭代、一直服务，我觉得可能也许有一个突破点。一旦有了突破点，那么后面你再去找更大的机会，比如说更高的客单价、更标准化的产品、更强的合作资源，我觉得才会有基础。现在我媳妇儿也是在进步之中，她这个模式肯定还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尤其是还有很多可以优化的地方。但至少证明一件事情了，普通人做自媒体不一定一上来就要追热点。不一定一上来就要做最热的赛道，你应该看到的是自己有什么真实的经历，你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谁愿意为这个问题付费，以及你能不能长期坚持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下期呢，我们再讲讲我另外一个朋友一个真实的案例，他可以做到1个月收入60万人民币，没有成本，没有员工。下期见。对了，我们还可以讲讲小红书，下期我们再讲讲小红书。小红书里面有特别多赚钱的机会，我给大家拆解一些特别好玩的点，有些点真的是很多人都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去尝试的，收入特别高，那个收入超过了很多人的这个想象。别人拆解的则是告诉你什么店铺赚什么钱，我给你拆解的是背后他们真金白银挣到的钱，而且是没有任何违法。下期见。